WWDC 已经过去近2周时间了，这次并没有 One More Thing 的硬件，倒挺 No More Thing 的。有些小伙伴甚至表示，还不如看国足呢，讲了1个多小时，感觉又什么都没发。Big update. This is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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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reat. Oh, Perfect. how cool is that? Super cool. 从发布会后的第一时间，我们把全部生态都已经升级了啊，一直在用 iOS 15系列啊，用到了现在，这也算是深度体验了。几个亮点功能，这次究竟实不实用？用上 M1 之后的 iPadOS 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力，在这个软件版本中，它到底苹果是怎么给它定位的？还有很多人喊的这个抄袭鸿蒙、抄袭安卓的问题，这3个点，本期视频我们好好跟大家聊一下。在后疫情时代，能感受到苹果对于体验的重新构思，代表就是 FaceTime 新增的共享屏幕功能，利用 FaceTime 分享屏幕内容，和朋友一起看视频、听歌、玩游戏，解决其他网络社交方式的不足。面对面的互动，再结合空间音频的加成以及降低背景噪音的麦克风模式，完善使用体验。Me too. Let me fix this. Better, right? 不过就是看着有点眼熟，别人做过不代表苹果不能做嘛。何况体验一向是苹果的强项，为了照顾非 iPhone 用户，还支持通过链接分享给安卓用户使用 FaceTime， 也是首次打通了安卓啊。难道苹果也想明白了，这世界上还有 iPhone 之外的手机，确实太难得了。但是这个功能是否像发布会上演示那么好用啊，我们还不知道啊。苹果不知道跟谁学的坏习惯，PPT 做的一套一套的，目前你还用不了。Safari， 苹果这次把标签栏放到了底部，通过标签栏能够快速切换网页，标签组也变成了网格视图，交互效率更高。Safari 用户狂喜，但是书签给放到了左上角是怎么回事？说好的单手操作逻辑呢？怎么的？这外国人的手指要更长一些吗？不过标签组在新系统上支持了多设备同步，方便了在不同设备上同步浏览内容。Safari 在全平台都支持了安装各种扩展程序，也就是小插件，这一下终于是跟上安卓大阵营了。填完一段时间这些功能，不得不说，苹果的学习能力确实够强，不仅学得会，而且学得精。全生态设备的体验要更加无缝一些，功能做得更细腻。不过这个学习能力确实似曾相识啊。还有一个母公司下放的实时识别文本功能，在拍照界面点击右下角即可集合识别，可以识别链接或者电话并一键打出。同时在系统中的所有文本框长按打开来自相机的文本，将所选文本输入文本框。在文本规范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好用的，识别率也很高。但是第一个工程版对于板书手写体的支持比较一般，如果你手抖的话，系统还会很贴心的提醒你慢一点再插入，非常的人性化啊。在 iPad 上你同样能够识别图片中的文字，把文字拖入文档，功能和 iOS 大同小异，也做到了输入框里面文字输入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提取。之前确实有 OCR 啊，但是苹果想的要更加细节一些。不仅是生前的手机体验，苹果还为人们料想好了后事，添加数字遗产联系人，把我宝贵的花呗欠账留给后人。有些小伙伴调侃这是阴钱功能啊。数字遗产继承者可以访问照片、信息、备忘录、联系人、日程、日历等等一些内容。我自己其实之前思考过几次这个问题，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几乎所有信息都是存储在手机或者云端，人如果突然没了，这可咋整？这项功能对于生者的价值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我们希望所有人都用不上这个功能。对于爱妻们来说， iPadOS 的更新让你更有充裕的理由说服父母给你买一台 iPad 了。这次更新，苹果更强调了生产力，分屏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上一代的比较鸡肋变成了适合轻生产力的分屏方式，交互逻辑和学习难度都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精髓就在于顶部的3个小圆点，让交互非常的直观。安卓终于做了一次交付。You don't even think to call me Godfather. 苹果也在 iPad 上加入了 iOS 14就已经有的，而安卓多年前啊，甚至好像在我记忆中生来就有的这个小组件和资源库的功能。炒冷饭，苹果确实有一手，堪比卡普空。在 iOS 上，小组件这个功能一直有点叫好不叫座。这个在手机这么小的屏幕上放下了小组件，这屏幕就放不了几个 app 了。而且小尺寸的小组件显示的信息十分有限，它的本意是增加手机屏幕1级的信息密度，但最后基本沦为桌面美化工具的，请扣1。但在 iPad 的大屏上，小组件就要好用实用的多了。资源库同理啊，拓展了大克栏有限的空间，方便你进行多任务操作。快速备忘录可以实现全系统的调用，在任意界面右下角用 Apple Pencil 向内滑动开启。但是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啊，这个看似非常实用的功能，你必须用手写笔来实现，用手指是无法呼出的。苹果认为大多数用户只有在拿笔的时候才会灵感迸发吗？或者每个用 iPad 的人都有笔吗？怎么就不能直接做成角落手势呼出呢？不行，可以学学魅族吗？可能是前期版本的原因啊，有的时候从屏幕外向内
内滑动可以触发，有的时候又不行。我们研究了很久也没有弄清楚它的操作逻辑，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也可能是这个版本的 bug。OK， 我们再聊第二个问题，用上 M1 之后 iPadOS 苹果到底是怎么定位的？这次 iPadOS 更新前面也说了，明显感受到苹果是往生产力方向去的。iPad 作为一个介于手机和电脑之间的设备，现在看来和 Mac 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真的有很多小伙伴在买电脑的时候，私信问我们是不是小白可以直接购买一个 iPad 了。苹果这边也出了官方的转移工具，让开发者的应用可以同时运行在 iPadOS 和 macOS 上。iPad 支持了键鼠操作，也算苹果表了一个态吧。iPad 可以成为你的另外一个 MacBook， 但 iPad 是否就是 MacBook 的另外一种形态，亦或者它就是 MacBook 的未来呢？很多小伙伴持这个观点，我们觉得并不是啊。iPad 始终有自己的专业场景，尤其是 Pro， 即便是3%、5%，但它始终是和 MacBook 并行的。iPhone、iPad、MacBook 就像是三个圆环 ，iPad 交织在中间。在大众的眼中，这个产品似乎总是可有可无的，但其实它在很多专业场景下又是无可替代的。iPad 和 Mac 的使用场景完全不同，笔记本虽然已经相当便携了，但形态决定了它不会是全场景的设备，而 iPad 似乎更加适合一些，它更适合处理日常偶发的轻度工作，图片编辑、文字处理、图纸浏览。中轻度视频，有大部分的办公族基本就是这点操作，那么有一台 iPad 基本上就够用了。这些工作在图书馆或者咖啡厅就可以轻松的完成，而专业的视频剪辑、文稿撰写，你需要的何止是一台 Mac， 你需要的是更大的屏幕、更多的屏幕，以便于参考繁多的资料、浏览超长的时间线。很多时候，你仔细想一下，屏幕其实就是生产力，屏幕越大越多，生产效率也就越高。在我们之前未来手机聊折叠屏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为什么大家现在去追求折叠屏？其实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更大、更便携的屏幕。其实整个手机的发展过程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追求更大更便携屏幕的过程，这样就可以提升你的显示效率，进而提升你的生产效率。但是话说回来， iPad 现在的多任务机制、无法自由的多窗口和有限的显示面积都成为了它无法弥补的硬件缺点。即便是外接屏幕，但是 iPadOS 用键鼠你真的顺手吗？现阶段 iPad 的产品形态，无论在软件上有再多花招，只要不上 macOS 的任务系统，似乎都无法战胜桌面端多任务处理的生产力环境。它更适合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iPadOS 的存在且不断完善，也就是苹果想要区分MacBook 和 iPad 最直观且唯一的方式，因为决定体验核心的还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决定了你的交互逻辑，也就决定了你使用它的方式。在此之前，用户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在 Mac 上运行 iOS 的程序，但随后被苹果屏蔽了，让用户只能安装 App Store 中指定可以兼容 iPad 的应用，拉开差距，也就避免了三个圆过分重叠，最终完成了属于他们自己专业场景的划分。举一个专业例子，你用笔可以在 iPad 上自由的画画，但是你用笔在 MacBook 上就不行。iPad 可以用 LiDAR 进行 3D 建模，但是你不能搬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去 3D 建模。你用 iPhone 这个屏幕又确实太小了。当然，避免三个圆过分重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盈利。回答前面很多小伙伴的问题啊，如果你有一笔钱，这个 iPad 和笔记本只能2选1的情况下，现阶段 iPad 对于99%的普通大众用户来说，它依然是补充性的产品。未来苹果是否有计划将 iPadOS 和 macOS 彻底的进行融合？我们猜测苹果应该会有更大的野心，在未来应该会逐渐将底层硬件彻底打通，一统 iOS、iPadOS 和 macOS， 实现全场景交互体验的高度一致性。这将会成为苹果用生态黏住用户的一大杀招，是不是很熟悉？这其实不就是鸿蒙的愿景或鸿蒙在做的吗？苹果和华为都想要通过统一底层来改变现有操作系统的碎片化现状啊，就是让你用什么设备都可以它串联在一起，体验都差不多，这就是他们都想要的。OK， 本期要聊的第3个问题就是苹果这次很多所谓的创新就都是抄袭吗？这次 WWDC 开完了之后啊，很多人的感受就是，很多功能和鸿蒙好像啊。这个如果你不了解鸿蒙啊，可以倒回去看一下我们鸿蒙的那期视频。苹果的图形控制和华为的多屏协同如出一辙，苹果的小组件和安卓的桌面插件很多地方也都一样，而实时文本显示也只是在锤子的大爆炸上进行了一些功能的深入。很多声音都在声讨苹果在抄袭鸿蒙、抄袭安卓。老罗都表示，美国的那些土包子一定又在为这些所谓的新功能鼓掌吧。如果你笃定苹果抄袭了这个观点啊，不妨我们仔细想一想啊，苹果在 iOS 14的时候就实现了 AirPods 在多设备之间的智能切换，也实现了 iPad 作为副屏的随行模式，甚至更早就实现了接力的功能，可以将 iPhone 上复制的内容粘贴在 iPad 或者说 Mac 上，你在 iPhone 上使用的 App 也会出现在 Mac 的 Dock 栏上接力使用。说来说去，安卓是不是也有很多地方抄了苹果呢？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没抄上呢？但在这方面讨论抄不抄袭，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意义。这个更好的体验、更好的功能，其实都意味着
趋同性。用户更希望通过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非告诉他们如何解决问题。当厂商们的服务对象是确定的，是同一个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需求是相同的，难免会有一些软硬件的体验会撞上。目前很多用户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单设备为中心的操作模式，人们拥有的设备也不仅仅是手机了，耳机、平板、电脑这些设备就像是鸿蒙中间的那个大球，各种 IoT 设备就是围绕这个大球的卫星，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IoT 已经成为了互联网产业的下一个蓝海，远比手机市场的增量庞大得多啊！但想要统治这个蓝海，打通碎片化的体验就是最重要的一环。比如说 AirPods Pro 追求完美的体验，华为这边更偏生态一些，它需要很多厂商对它给予支持。当然，华为这种选择，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例子。苹果对自己的软硬件生态有着完全的掌控能力和设计能力，对于软件有很多年的开发积累 ，iOS、iPadOS 也一直都是移动操作系统的标杆。但是这次 iOS 15系列我们全部体验完了之后，有2个比较大的感受。第一个就是在软件创新能力方面，国产厂商在很多地方确实要比苹果更新更快。能看到堂堂苹果也在发布我们体验了很长时间的功能，但是对于大众用户来说，很多时候啊，谁做得早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谁做得更好，谁做得最好。手机还是摩托罗拉发明的，但结果呢？苹果对于细节体验的打磨和整个生态的整合能力，确实值得很多厂商们学习。第二个就是鸿蒙的方向似乎确实对了。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系统和现阶段技术储备最为深厚，一直走在科技顶端的苹果，在很多地方都达成了高度一致，这还吵什么吵啊？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OK， 对于 iOS、iPadOS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体验和一些思考差不多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觉得这一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些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关注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